我想通了，我就嫁给金圈太子爷谢晋吧。这谢晋5年前车祸截瘫，不仅双腿残疾，还不能人道。你确定？像我们这种家庭本就没有真爱，既然都是利益为上，当然要选择首富谢家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家里7个资助生，你一个都没碰上。我培养他们20年，如今已经是各个领域的人才。20年前，我母亲去世，我伤心欲绝，不肯见人，直到父亲从孤儿院领了7个无父无母的男孩回来。不管你长大后嫁给他们哪个，未来都能和你一起掌管故事。我叫沈启年。虽然谢晋双腿残疾不能人道，好歹也是谢家唯一继承人。比起选择孤儿帮扶顾家，倒不如选择一个实力强劲的盟友。那沈启年呢？我以为你会选他。他？我撩拨沈启年上百次，却只换来他无数个鄙夷目光。我以为他对所有女人都冷心冷情，直到3天前，我亲眼看见他跪在司机的女儿面前发誓。我保证，我答应娶她，只是为了报答顾家的养育之恩。等我成为顾家的长子，我一定风光娶妻。只要顾云舒不伤害你，我可以给他几百万，让他去国外上。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，还是你因为太长，我失去方向。跌跌撞撞的撞向一道围墙。我们跟顾云舒只是逢场作戏，你才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妻子之选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没想到20年的朝夕相处，却比不过天降。好聚好散，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。既然他们7个没有本事留住你的心，那也没必要在故事里。1个月后你的生日宴，我会让他们7个全部离开顾家，免得他们生出异心跟你抢家产。又打了什么小报告？你又打了什么小报告？还能说什么？无外乎说我们7个人不带他玩，没人宠他。我说顾大小姐，大清都已经亡了，我还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当公主，让所有人围着你转。你们7个都不愿意娶我，为什么从没人和我父亲说？说的倒是好听，明知道我们7个人寄人篱下，就是你们顾家养的狗，哪来拒绝的权利？你要选就选我，只希望日后不要再为难他们6个。放心吧，1个月后我们都能如愿。姐姐，听说今天下午你要去上马术课，可以带着我一起吗？离我远点。
笑笑。已习惯一个人醒来时不安，点点你闪光总让我期盼。皮都破了，顾云舒，你怎么这么恶劣？校友他做错事，你为什么要推他？因为你都改了，没想到嫉妒心还是这么重。志轩哥哥，陆小哥哥，都别说了，不怪姐姐，是我自己没有照顾。曾经，我天真的以为我们从小到大的默契进不可退，直到3年前，江笑笑的父亲到顾家当司机，江笑笑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笑笑妈妈的遗物你也要抢吗？不怪姐姐，是我主动要送给大小姐的。大小姐对我很好，还送了我一条项链，我真的不委屈。笑笑，笑笑，你请。就算你是顾家大小姐，也没资格逼着别人把母亲的遗物送给你吧。虽然发卡价值不高，意义却远不是这个价值几10万项链能比的。还真是一如既往，只顾着自己的开心，不管他人的死活。赶紧把发卡还给笑笑。既然大小姐宁愿毁掉，也不愿意还给我，何必作戏呢？你现在立刻跟笑笑道歉，否则别怪我跟你悔婚。道歉！对不起，同一个套路，他演了整整3年。顾云舒，你现在立刻向笑笑道歉，否则别怪我跟你好啊！你要实在怕我欺负江笑笑，就把她时时刻刻拴在裤腰带上。你在威胁我？你想对笑笑做什么？该不会是我们7个人把浩瀚星海的第一次送给了笑笑，你就准备借题发挥欺负他吧？你什么都有了，笑笑却没有家人陪她庆祝生日，只是一个浩瀚星海，有什么必要揪着不放？浩瀚星海，这浩瀚星海从云舒出生就开始建造，这收尾工程就交给你了。3年后，你负责在生日宴上送给云舒。这份本属于我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就成了江笑笑？我只是为了满足他一个愿望，更何况浩瀚星海的所有权不还是归属于你吗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胡搅蛮缠？行，大不了1个月后的生日宴，我宣布我们的婚讯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青年哥，你何必做这么大的牺牲？顾云舒他刁蛮任性又恶毒，你娶她还不如出家当和尚。这下只怕顾云舒会高兴的找不到北，多年夙愿终于实现。启年哥哥，你千万别为了我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，大不了我给姐姐跪下磕头，我给她当牛做马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不会嫁给你。你不嫁给启年哥，难道是要嫁给……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别再为难启年哥哥了。他们7个都是你们顾家的资助生，本来就低人一等，
如果你气他们把浩瀚星海送给我，想和顾伯伯告状，那我愿意磕头下跪。笑笑，笑笑，来，笑笑。嘴上说不嫁给我，有本事到时候真别选我呀！以退为进，刁难笑笑算什么本事？你不就是想借机告状，把笑笑逼走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但你放心，我绝不会选你当我丈夫的。不选我，你想选谁？杨轩、陆潇，还是他们4个？你害我一个人还不够，你还想对他们下手吗？只要你答应我，以后不为难笑笑，也可以娶。别再闹了，好吗？他走了，青年哥，你都答应娶她了，他就直接走了。为什么他的态度就好像一点不在乎？青年哥哥，你娶我好不好？你在哪里？心痛无语。青年哥，你娶我好不好呀？我放弃爱情，你在哪里？姐姐，姐姐，祁年哥哥带我来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妨碍你和祁年哥哥的。一人看书电影，化妆进不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等祁年哥哥安好马鞍，我就自己上去。笑笑，干嘛？笑会更多。希望你也曾遗憾过，最后却仍觉得值得。如果爱难免错过，请你相信，也不是谁的错。姐姐，你放心，你骑你们的，我让教练教我就行。给我最快乐的角色，若你感觉累了，一回头是我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青年哥哥，这个怎么菜来了？来，笑笑，踩在我的膝盖上下来。真正的男子汉，不跪天，不跪地，只跪自己的老婆。青年，跪下，让云舒青年，你要记住，以后云舒就是你的一切，也只有云舒能把你踩在脚下，其他人谁也不行。当年母亲在世时，也是踩着我父亲的肩膀上马。父亲说的对，男人只愿意为了爱的女人下跪。放弃了思考这种难题，越爱越担心。笑笑，我会治愈，我不算为难。那你变成的习惯，你出示条件。
照单成全。我自种一寸又一寸，将我的心贯穿，有一分又一分，爬出来一半，让我能保持同感。迁就你曾。脚还疼吗？不疼了。姐姐，终于醒了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启年哥哥是姐姐的结婚对象之一，他应该保护姐姐才是。如果不是启年哥哥看到我崴伤了脚，他一定会去救你的。大小姐常年骑马，有些磕碰是常有的事情。笑笑，你不一样，你从小体弱多病，这不用你帮我讲。这种情况就算再发生1万次，我也还是会讲。姐姐，不要叫我姐姐，叫我大小姐。我是我爸的女儿，你是我爸司机的女儿，也配当我妹。我知道了，大小姐。不去追江笑笑，杵在这干什么？抱歉，刚才没看到你摔下。他这是干什么？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吗？青年哥，这次真有点过了，居然故意割断顾云舒的灯勺。就算顾云舒是对笑笑过分了点，那你也不能这么做呀！你从马上摔下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反正他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这几天我几乎对他有求必应，算已经补偿。原来就为了给江笑笑出气，他故意割断了我的马灯。这些天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也只是计算失误后的补偿，不是心疼我受伤。姐姐，笑笑晕车，必须坐副驾。你这大小姐，你居然不坐前几年的车，连另外6个自助车的车也不坐吗？我现在看到他们就恶心。没事。这个顾云舒，这就越来越过分了。抱歉啊，姐姐，这个位置我坐习惯了，你不会介意的。介意？让。接下来是今晚最受瞩目的拍品《沧海之泪》，起拍价5000万，竞拍开始。6000万。启年哥哥，你的卡我真的可以随便刷吗？原来姐姐也想要沧海之泪啊！那我不要了，姐姐要的东西我不能抢。
有我在，你不用委屈。喜欢什么就去争取，我为你都。一个亿。什么情况？沈启年不是顾家的资助生吗？他怎么还给别的女人买珠宝啊？他买的还是顾云舒想要的珠宝，这不是明摆着打顾云舒的脸吗？顾云舒也太惨了吧！豪门千金被司机的女儿和资助生压着打。我从小被父亲娇养长大，可沈启年却让我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姐姐，什么委屈你把喜欢的东西都让给我了？点天灯。这个顾云舒居然不怕启年哥哥生气，反复把东西让给我。让给你的都是我不要的。点天灯，顾小姐点天灯了！恭喜顾小姐以10倍价格成功拍下这枚沧海之泪。交易失败。顾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这张卡被冻结了。可能，我的卡是不限额的，无论刷多少都不会被冻结。换这张，还是刷不了。换这张。刷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顾家这是破产吗？10个亿都拿不出来，没钱点什么天灯啊？真是丢人现眼。刷我的吧。刷卡成功，这条沧海之泪归沈先生所有。笑笑，送给你，喜欢吗？启年哥哥，你真的要把沧海之泪送给我吗？嗯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因为在我心里，只有你最值。听说沈启莲是顶级黑客，我看他刚才打开了笔记本，估计啊是他黑了顾小姐的账户，才让她刷不了卡。哥哥，要不还是把项链让给姐姐吧。不用，她是千金大小姐，应有尽有，不缺这一件。是我不缺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给？没事吧？顾云舒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这是我母亲的遗物。你当初不是说过，以后要是看到它，一定会把它买下来吗？如今你连记都记不起来了，对吗？这么久，我怎么还会记得？再说了，笑笑又不是故意的，你怎么能随手推人呢？启年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发现全世界好像只有这不怪你，我会叫人修复这个手机，你也不要再闹了。人情没关系，何必怪我太入戏？太爱的人身不由己。明明知道是游戏，谁能幸免这？一个镯子，有必要闹这么大脾气吗？
一躲房间就是好几天。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他哄出来，不然事情闹到老爷子那里就不好收场了。真烦，我不去，我还要陪笑笑。你以为我不想陪笑笑吗？还是老规矩，谁陪了顾云舒，谁才有资格去陪笑笑。因为妈妈去世，云舒妹妹又哭了好多天，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房间里伤心。我去陪云舒妹妹吧。以后云舒妹妹不高兴，必须我陪着她，让我去。不行，我去。反正我不去，我也不去。我去。是我。3、2、1。以往这个时候，他肯定开门了。今天居然让我等了他超过3秒。顾云舒，我很感谢你爸爸收留了我，我也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容得下笑笑，因为是笑笑3年前在火场里救了我一命。3年前在火场里救沈启年的人，难道不是我吗？连送我的礼物都是江笑笑不要的赠品，江笑笑永远是你第一，我永远只能排第2。可我顾云舒的男人必须事事以我为先。如果我只能排第2，那这样的男人不要。大小姐，谢少派我来的。谢少知道您在拍卖会上被抢了珠宝不开心，所以他特意去了南非，包下了一整座矿脉，亲手为您打造了一只一模一样的手镯。另外，谢少让顾小姐不必担心，他已经找到了顶级修复师，一定能帮助顾小姐修复好真正的沧海之泪。婚姻怎么可能嫁给谁都一样？替我谢谢你家少爷。明日我的生日宴，我会带着他公开我们的婚事。姐，你这手镯是哪儿来的？难道真是启年哥哥修复好了送给你的？与你无关。顾云舒，你不会真以为那7个资助生都喜欢你吧？他们喜欢的人是我。看到了，他们抱过你，他们亲过你吗？他们有为你这么疯狂过吗？识趣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不要选启年哥哥，我的另外6个舔狗随便你选。他们知道你背后叫他们舔狗吗？反正他们6个我全都睡过，陆萧、陈仙，不管你选哪一个啊，都能把你伺候舒服。闭嘴荡妇，你真恶心。干什么？又想把罪名扣在我头上了，自己来。启年哥哥，
顾大小姐今天肯定会见沈启年的。那肯定，江城谁不知道？顾小姐爱沈启年爱的那么疯狂，听说连彩礼都自己准备好了。是啊，我曾经满心期待的想要嫁给你，人尽皆知。沈启年确实有实力，智商高，手段硬。今天要继承这顾氏集团，这以后商界谁还是他的对手啊？恐怕也就只有谢家的谢晋才能和他抗衡吧。可我听说这个谢晋已经谈起好多年了。我等顾小姐公开我们的好消息。启年哥，启年哥，我好喜欢你啊！这是顾大小姐。这视频里头放的是顾大小姐。我去，书香门第的顾大小姐，私底下居然这么放得开。沈老板，程序已植入。沈老板，沈启年，你为什么这么狠？就因为我骂了江笑笑一句荡妇，沈启年就要当众公开我的私密照，向所有人证明我顾云舒才是那个荡妇。关掉！马上给我关掉！到底谁干的？顾老爷子，您别生气，反正沈启年深受顾小姐的喜欢，又是顾家从小养到大的子主生，早晚会和顾小姐结婚的。这视频不算什么。没错，新婚夫妻间的小情趣，我们都能理解。我愿意娶顾云舒。沈启年，你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还有脸说你愿意娶我？你愿意娶，我可不愿意嫁。你愿意娶，我可不愿意嫁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听不懂？别装了！刚才的照片和视频，难道不是你搞出来的吗？就是因为我早上扇了江笑笑一巴掌，你就做出这种事情来报复我？你居然不相信我？没错。不相信你，因为你不值得我相信。沈启年，云舒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那些图片和视频真的是你放的？不是我，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所有信息在网络上都会留下痕迹。好，启年，今天你一定要把那个幕后主谋给我揪出来！我要让伤害我女儿的人碎尸万段！我找到了。是他。伤害我女的人到底是谁？说话呀！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还是不肯说？你不说，我说。幕后主使就是江笑笑。江笑笑，敢承认吗？我不是笑笑，是因为整件事情的幕后主使是我，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。不是笑笑，是我干的。是我。顾云舒，你为什么非要如此心胸狭隘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一个小女孩恶语相向？你懂点事行吗？笑笑可是被你给扇了一巴掌，你只是差点丢失清白，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你妈生不出儿子，
就是想方设法的让我们7个当公爵，在今天的生日宴上，非要公开嫁给我们7个中的1个。我们已经任命娶你，只要你放过潇潇。谁说我要嫁给你们7个？你们7个，我都不要了。不要了。你除了能嫁给我们，还想嫁给谁？还能嫁给谁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再这样斤斤计较，我们7个绝不会娶你。你们7个不娶，我娶。